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我相信冇任何一個人會希望自己成世都係窮人，但係喺現實上，有好多人即使努力過，最後都係擺脫唔到貧窮。而家仲有一個躺平嘅概念，心諗既然努力都冇用嘅話，不如乜都唔好做，反正結果都一樣，但起碼唔需要去努力。作為一個窮 N 代嘅我，當年畢業出去打工嘅時候，相信自己勤力工作，最終會得到賞識、升職加薪、改善生活。但係偏偏喺工作更加有效率嘅時候，做得又快又好，老闆就反而覺得你會得閒，俾更加多嘅工作你做，而唔係加你人工。之後身邊總會有人講，你而家嘅人工咁低微，係因為你嘅學歷唔夠，你應該進修學習，咁先可以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。我相信以上嘅說話，好多人都聽過無數咁多次，甚至因為老闆嘅加薪不加薪，而真係開始揾課程進修，希望透過讀書增加自己學歷，等自己揾到一份更加高人工嘅工作。但我又真係未聽過有人喺進修之後，就好似童話故事咁，踏上幸福快樂嘅生活。反而聽到更加多嘅係，完成咗進修之後，都仲未揾到理想嘅工作。之後又有人會講，因為高學歷都只係一張入場券，你需要繼續深造自己先會有高收入。呢個似乎就係一個死循環。如果你都睇過《富爸爸窮爸爸》呢一本書，你就會發現以上嘅說話其實都係由窮爸爸個口度講出嚟嘅。呢個亦係多數人無法擺脫貧窮嘅原因，因為多數人相信呢一個嘅信念其實唔可以致富。當然呢一本書都有另外一個角色，就係富爸爸。其實佢只係教導咗一個概念，就足以令普通人變成有錢人。呢本書由1997年首次發行到而家，已經幫過無數嘅人變成有錢人，達成財務自由。假如你都想跟隨富爸爸，學習點樣變成有錢人嘅秘訣，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啦。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哋呢條片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，咁樣影片就會自動儲存喺你嘅播放清單入面，方便你隨時可以揾翻出嚟重溫多幾次。順帶一提，呢個頻道係分享我哋認為最有用，幫助到普通人達到財務自由嘅資訊。如果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可以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喺講呢本書嘅概念之前，想問下大家，呢本書嘅作者羅伯特清崎喺出版《富爸爸窮爸爸》之前，其實出咗一隻遊戲叫做現金流，唔知大家又有冇聽過呢？甚至係玩過？其實清崎都表示，《富爸爸窮爸爸》呢一本書就係現金流遊戲嘅說明書，所以要由普通人變成有錢人要學嘅概念，亦係呢個遊戲嘅名稱現金流。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導要讀好書、揾好工，唔係就冇前途。傳統嘅教育系統之下，根本唔會教你任何有關財富嘅知識，所以社會大眾對呢一方面嘅知識係好薄弱嘅，甚至將錢或者容許我講為現金作為追逐嘅目標。如果只係有一大筆錢就可以成為有錢人，永遠都唔需要再為錢工作嘅話，咁又點解咁多新聞都報道好多人中咗大獎之後得到咗一大筆嘅錢，最後反而要去破產，生活仲差過未中獎之前？原因無非就係呢個人係冇現金流嘅知識。喺富爸爸教導嘅現金流概念其實係好簡單，就係學識利用呢一個圖表去理解4個重點，分別係收入、支出、資產同負債。呢度所講嘅收入係現金流收入或者支出，即係定期有錢會流入你戶口嘅收入，或者每個月喺你戶口流走嘅支出。而資產就係每個月唔需要做任何嘢，被動咁為你帶來收入嘅事或者物。負債就係調轉，就係你唔需要做任何嘢，每個月為你帶來支出嘅事或物。而家
我想你首先諗下有咩係定期嘅支出，係咪隨口都講到一大堆呢？水電煤、車費、網費、衣食住行，無數咁多樣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再想問下你，你有咩收入係會定時咁進入你嘅戶口嘅呢？應該即刻會諗到第一樣，就係人工。咁你之後又諗唔諗到第二樣呢？如果冇都唔緊要嘅，多數嘅人都係咁樣嘅，呢一個係十分之正常嘅現象。咁你又知唔知自己會有咩負債呢？卡數、學貸、樓貸，甚至係無債一身輕。咁你又知唔知道自己有咩資產呢？係你住緊嘅物業、你嘅車、股票，定係你依家有嘅現金，定係冇？喺會計學嘅理論上面係冇錯嘅，但係喺富爸爸嘅角度就唔一定啦。因為佢哋未必為你帶嚟收入，甚至係令你每個月有更加多嘅支出。如果你喺資產項上面寫唔出任何嘅嘢，負債只係得少少，甚至冇，而收入只係得工作收入嘅話，咁富爸爸就會將你定性為窮人，因為你只可以靠你嘅收入去支撐你所有嘅支出，但係你嘅負債唔多。即使失去咗工作嘅話，都可以靠儲蓄去過活，再去揾個另一份工作。所以窮人喺富爸爸嘅角度入面，並唔係最辛苦嘅嗰一批人。如果你覺得你擁有嘅自住物業、車、股票等等係你嘅資產嘅話，同時喺收入方面係有比一般人更加高薪嘅工作嘅話，你會發現呢啲就係我喺片頭所講，喺社會同教育系統之中叫你追求嘅事物。喺富爸爸嘅角度，呢個情況係中產階層，但同時係比窮人更加悲慘嘅存在。因為呢啲所謂嘅資產喺唔同人嘅身上可以係負債或者係資產。如果你個物業係出租俾人，同時租金大於利息雜費嘅話，呢個就係資產。即使出租，但係租金都唔夠俾利息雜費，就係一個負債。自住嘅話，利息雜費就係你嘅負債。不過都仲好過出去租樓，因為可以慳返俾業主賺嗰一份。如果係車嘅話，除非你嘅車係用嚟做生意，幫你賺到更加多嘅錢，否則你嘅油費、保養、保險、泊車費、交通罰款等等，全部都係你嘅支出。喺香港有車嘅朋友都知道，正常使用嘅話，每個月開支起碼7至8千蚊。你只係為咗代步嘅話，支出係遠遠大過乘搭交通工具，除非你住嘅地方係交通極度不便。但係香港呢個地方四通八達，只有少數嘅地方會係交通不便到你要揸車先可以代步，所以對多數嘅車主嚟講，架車只會係負債。而股票嘅話，你可以長期穩定俾到派息你，或者長期買賣都有錢賺嘅話，就係資產。如果唔係，都係負債。但即使去到中產階層，佢哋仍然都係得單一嘅收入來源，往往佢哋都係高收入嘅人士，社會就只係教導佢哋買入負債，代表佢哋生活比其他人好。但人嘅慾望係會不停咁變大，你得到咗更加好嘅物質生活之後，你就會想得到更加好嘅物質生活，從而買入更加多嘅負債，變成需要更加多嘅開支。但係只有單一嘅收入來源，而佢哋有想更加大嘅支出嘅時候，佢只係能夠希望老闆加更多人工，或者自僱人士嘅話就想喺客戶上面賺到更加多嘅錢。往往結果不似預期嘅時候，就會心懷怨念，覺得自己懷才不遇。同時高薪嘅工作往往都係專業嘅，係難以去轉型同轉行，最後會困死咗喺嗰個行業，甚至嗰一間公司，難以去找尋更加大嘅突破。如果失業嘅話，失去咗唯一嘅收入來源，往往都更加難先可以揾翻同等或者更加高嘅收入。即使要揾嘅話，需要嘅時間都比一般人長，但係開支方面往往增加就易，減少就難，容易令財政變得緊張。如果想做嘅專業因為大環境嘅改變而沒落，
嗰啲嘅專業人士最後都會被逼轉行去做翻啲低薪嘅職業，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對佢唔公平。其實時代每一刻都喺度變緊，即係傳統教育根本冇教過你財務知識去應對千變萬化嘅環境。如果想認清事實，想脫離傳統嘅籠牢，成為有錢人嘅話，要點樣做？咁呢個表又要係點樣寫？就係持有大量不同嘅資產，產生被動收入，而唔係依靠你嘅工作作為你嘅單一收入來源。當你嘅資產比你嘅收入已經高過負債為你帶嚟嘅支出，你已經財務自由。同時，你已經可以唔再需要為錢工作，騰出大量嘅時間俾你做你想做嘅事。仲需唔需要怕冇咗份工呢？加上有錢人利用財務知識，每個月使剩嘅錢繼續買入資產，再產生更加多嘅收入，變成一個以錢生錢嘅狀態，可以令富人嘅收入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多，而唔需要係被動地咁每年希望老闆加佢人工。有錢人甚至利用小嘅負債去買大嘅資產，產生更加大嘅被動收入。但你唔好以為呢啲方法係好難，係絕對易過做專業人士好多。只係社會同埋教育制度上，只係教導你要成為一個中產，得到物質上嘅事物或者享受就叫做成功，往往令更加多人沉迷喺物質嘅享受，同時因為物質享受令佢哋陷入財務困境之中，而唔係教你成為一個有錢人，令你嘅人生更加輕鬆，做自己內心真正想做嘅事。唔信嘅話，你睇下以下嘅例子。呢個人只係有幾條被動收入，但係喺物質享受上面，佢只係需要基本嘅衣食住行。你就會發現佢少少嘅被動收入已經財務自由，係一個有錢人。而中產就被教導買入負債、食靚嘢、住靚屋、有豪車，之後需要進修得到更加高嘅收入，但係你同時要支付學費。你發現喺咁多嘅支出之下，其實係要更加多嘅被動收入先可以令佢財務自由。如果你都玩過羅伯特清崎出嘅現金流遊戲，你會發現最難玩嘅角色係高薪收入嘅飛機師，而最大嘅黑馬角色反而係最低收入嘅清潔工。原因就係因為喺支出方面唔同所引致，而唔係單單睇工作收入就決定到你成唔成為到有錢人。我哋建立呢個頻道嘅原因，就係希望更加多人透過我哋嘅影片，能夠一步步咁達到內心嘅夢想。當然，10幾分鐘嘅影片，我唔能夠去講到太多嘅內容。喺下一條影片，我會講有關普通人要如何去建立資產，靠着唔同嘅資產，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。未來我會製作更加多有關達成財務自由資訊嘅影片。當中不但會教導你合適嘅方法，更加會有好多人都冇講，但係同等重要嘅致富心態同靈魂提升嘅資訊，令你能夠擺脫思想嘅籠牢，揾到令自己真正開心愉快嘅生活。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。如果今日嘅影片幫助到你嘅話，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，等你身邊嘅人同你一齊成長。我衷心祝福每一位點讚嘅朋友能夠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假如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記住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